这是一座有2000年底蕴的城市，独特的气候、多样的地貌、发达的水系，造就出丰饶的物产。南海之滨的东莞，更多以发达的制造业为人所知。装点世界的同时，山川的容颜也在经历巨变。然而，洗尽铅华，这里的人们依旧因循时节，用淳朴的民风把天时的赐予凝聚在餐桌之上，美味之中。仿佛一夜之间，东莞最高山峰的脚下开满了白色花朵，花蕊中晶莹的液体散发出清甜的味道。罗卫国一早便开始打理蜂箱。再过些天，山坡上舞动的花海，将在蜜蜂数百万次的飞行中，转化成蜂蜜。蜂蜜是罗卫国的额外收获。养蜂真正的目的，是为了给花朵授粉。有冇送到糖啊？冇，啲係冇粉皮的，糖送唔叫蜜。这50亩花田是罗卫国家的荔枝林，从开花、授粉到挂果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。天气晴朗，花开繁盛，但罗卫国开始警觉，这并不是丰收的预兆。必须扫除适量花朵，避免争抢养分，影响挂果质量。罗卫国收成的秘密，来自40多年的经验。此时正值清明节前，山谷里一种野生植物刚刚绽开黄色的小花。鼠曲草，当地人叫艾草，长江以南的人们习惯把它当成春季尝鲜的野菜，而东莞人更是独有心得。高温热油混合鸡蛋煎制，鼠曲草释放浓烈芳香。与鲫鱼同煮，去腥提鲜，为汤汁增添别样的余韵。罗卫国和家人更喜欢传统做法，加入糯米粉，揉捻成团。
花生碎、芝麻、白糖、椰蓉做馅儿。树菠萝叶衬底，蜡质表面不易粘连。鼠曲草的微苦衬托出馅料的香甜，两种看似对立的味道彼此呼应，相互交融。罗卫国赶在清明节前完成了所有扫花工作，现在终于可以短暂歇息，感受春季山野的味道。东莞夏季丰沛的雨水是荔枝生长最重要的条件。栉风沐雨，2个月后，荔枝终于挂满枝头。罗卫国家的荔枝品种以桂味为主。桂味的外壳凹凸明显，核小肉厚，天然糖分高。而最令东莞人着迷的，是它绵长的桂花香气。为此，当地的大厨们用足了心思。可以啊，酥啊，好吃，可以摘啊。整整半年，罗卫国和老伴儿一直没有停歇。到了收获的时刻，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忙。连续几天，根据订单，罗叔起早贪黑。4点钟起床。其他也差不多搞到中暑啊。离开枝头，荔枝的风味会逐渐散失，因此最好的荔枝应该在果树下享用。然而，果农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品尝，全家1年的收入都将仰赖这1个月的采摘。东莞常年湿热，4季没有明显变化，但谙熟天时的东莞人，不但能够敏锐判断季节的流转，甚至昼夜之间的细微差异，也能精准把握。初夏的清晨，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。凌晨3点熬制的豆浆，表面开始凝结，到了关键时刻。整张挑起，分离出腐皮，油润透亮，其薄如纸。小心划开，折叠压缩后，
制成的叫腐竹。腐竹在中国各地都有制作，但在东莞，黄百森要付出更多辛劳。趁气温较低的深夜开工，是为了赶上清晨第一缕阳光。我从1962年呢，跟爸爸干这个做腐竹。夏季的东莞阳光直射，日出后气温急速升高10度以上，30摄氏度，只需要2到3天，腐竹便可以脱水定型。成品腐竹遇水后，逐渐恢复活力，变得松软弹嫩。简单凉拌就能发挥甘香本味。与鸡蛋、红枣熬煮，便是柔润甘甜的腐竹糖水。东莞人更偏爱一种做法。生长超过2年的鳙鱼，先过油，熬出白汤后，再加入腐竹，鱼肉与豆类中不同氨基酸相遇，鲜味成倍放大。东莞保留了大量类似的传统菜品，外表质朴却搭配精妙，回味悠长。如今，腐竹生产多在工厂中完成，耗时费力的手工作坊在东莞为数不多。第一步，去除纤维较粗的黄豆表皮，脱皮后研磨，让豆浆更加细腻，也更适宜长时间熬煮。黄百森不停调整火力，他要把豆浆的温度控制在80度左右，避免沸腾。风扇促进空气流通，加快表面冷却。因为网络，老黄家的作坊吸引了很多年轻人。不过，他们等待的并不是腐竹。刚成型的腐皮与豆浆一同盛入碗中，被称作腐皮豆浆。豆香浓郁，口感黏糯嫩滑，略带胶质。这是传统制作工艺的额外惊喜。真係有冇晒咯？調色攪勻佢啊！手工作坊完全依赖天气，突然的降雨
让小店暂时停工。此刻，家人也可以从容准备一顿午餐。腐竹过油，开始富有韧性，香气也更浓。加入羊肉炖煮，是老黄家的拿手菜。每逢雨天，黄百森都会打烊。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一家老小能放慢节奏，安心享用美味。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雨水丰沛的东莞，年降水量是北京的5倍。端午前后的大雨被东莞人称作龙舟水。雨水中，一种植物正在疯长。鹿兜树，当地人叫它林旁。厚实的叶片，边缘长满自我保护的利刺。东莞人却对它格外偏爱。小心去除硬刺。清理过的林旁叶，在东莞主妇手里开始显现奇观。它们被编织成不同造型，寓意着吉祥美好。端午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，表现在食物上，各地都会吃粽子，但味道和形态千差万别，这一点在东莞最为明显。盛产香蕉的麻冲，人们就地取材，用蕉叶包裹上馅料，如同一个个小金字塔，富有蕉叶的植物清香。官草，生长在咸淡水区域的一种水草，相传东莞因这种植物而得名。在水乡道教，人们多用它捆扎果蒸粽。果蒸粽的馅料甜咸兼备，脱皮的绿豆，口感沙软绵密，咸蛋黄带来持久厚重的咸鲜。五花腩肉裹满五香粉，贡献充沛的油脂。但这些都无法与一种东莞特有的粽子相提并论。用林旁叶编织成的菜篮、鱼篓等，正在装入丰富的馅料。林旁粽奇特的外观并不是它的全部，东莞人的祖辈选择林旁还有更深层的秘密。天然林旁叶富含与大米相同的芳香成分，
7、8个小时的蒸煮，能为粽子增添更加浓郁的稻谷芬芳。端午节当天，每一个家庭都用时令美味礼拜神明、祭奠祖先。在东莞，由于制作方法和馅料的差别，风格迥异的粽子超过20种。这是漫长岁月中东莞丰富的地貌和多样的习俗共同造就的宝贵遗存。端午之后，东莞进入漫长的酷夏。地处北回归线以南，夏季太阳直射，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将持续3个月以上。地表温度超过50度，珠江口的表层水温急速上升。然而在水下，一种极致美味开始酝酿。整整2个小时，雌性青蟹用尽全力，完成了最后一次脱壳。这意味着它从此迈入成年。海水与淡水交汇的珠江入海口，是青蟹的栖息地。在东莞，青蟹1年4季都能品尝，不过它的肉质和风味在不同季节却各有千秋。冬春的烟仔蟹是未成年雌性青蟹，半流质的膏体，淡雅清甜。加入简单配料，在密封瓦煲中焗烤，幼嫩鲜美。夏秋的膏蟹是成年雌性青蟹，橙黄色蟹膏更加致密紧实，鲜味浓郁内敛。在许多人看来，膏蟹是青蟹最诱人的阶段。然而，东莞人还在等待另一种季节点化的极致美味。夏至，珠江口的水温达到1年中的峰值。几天后，一些雌性青蟹体内发生奇妙的变化，通体逐渐呈现油润的金黄色，人们称之为黄油蟹。平均1000只青蟹才有1只能够蜕变为黄油蟹，
而且只在最热的6到8月集中出现。珠江入海口开阔的水域都有黄油蟹，东莞并不是集中产地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收穫才顯得更加珍貴。嗰個油咧仲可以，你今日就邊角化咗啲，已經通透啦，整到啦，係咪先？黃油蟹體內仿佛充滿金色油脂，這是由於在高溫季節裡，青蟹卵膜破裂，汁液滲透全身所致。這是青蟹中的極品，烹飪必須小心翼翼。先過冰水，再放蒸籠，避免肢體破裂，黃油溢出。如夢幻般的金黃色汁液與蟹肉渾然一體，呈現出綿密的顆粒感。黃油蟹的鮮味是普通膏蟹的10幾倍，悠長的魚味中帶有松子般的油脂香。黃油蟹的成因十分複雜，至今還無法人為控制。要享受一隻黃油蟹的美味，需要一方風土的精細締造與獨得天時的機緣巧合。雨水漸少，到了夏天的尾聲。好，现在可以杀了。距離珠江口幾十公里的平原上，年近70旬的盧國華開始新一輪的播種。2個月後，暑熱退去，盧國華迎來了收穫。體型細長的白色根茎，被當地人稱作爬齒蘿蔔，它所含糖分是其他同類植物的4到5倍，但由於芥子油類物質含量高，味道辛辣，口感粗糙。要馴服爬齒蘿蔔的桀驁，盧國華延續着祖輩的方法。深秋10月，東莞天氣晴朗，最適合晾曬。借助陽光和北風，爬齒蘿蔔中的水分和芥子油漸漸揮發。新鮮蔬菜乾製是東莞人保存食物的習慣。冬瓜爆成2毫米的薄片，只需晾曬2天，變成了家常食材冬瓜乾。
脱水后的冬瓜干清香四溢。与肉类搭配蒸制，冬瓜干的纤维再次恢复活性，保吸汤汁，柔韧缠绵。爬齿萝卜要变成可口的食材，则需要更长的等待。晾晒1周，萝卜变得柔韧，释放出淡淡清香。这是一个关键信号，卢国华需要仔细分辨，待晾晒到7、8成干，立刻进入下一道工序。这个最晒4天可以，4、5天，4到5天。转入室内，开始阴干。爬齿萝卜伴随轻微的发酵，体内淀粉逐步转化成糖分，并产生大量游离氨基酸等鲜味物质。距离收获已过去1个多月，爬齿萝卜有了新的名字——阴菜。东莞温润的天气赋予阴菜如果脯般的口感，柔韧甜香。东莞人习惯用阴菜搭配油脂厚重的红肉。阴菜贡献清香，是化解油腻的最佳辅佐。煲汤最能展现阴菜的灵魂。选取牛后腿肉和整条阴菜，再加入黄豆，进一步增鲜。熬煮2个小时，阴菜的香甜与牛肉的醇厚充分交融。牛肉脱胎换骨，鲜嫩弹牙。然而汤才是主角，2种食材精华汇聚，彼此平衡，柔和甘香。係啊，我憑這影放裏不一熱乎啊，不一落乎啊。卢国华祖辈生活在东莞，他见证了自己的村庄一步步演变成现代化都市。高楼环抱中，卢国华固执地保留下一小片土地，在方寸之间，感受物候流转，时令更迭。深秋，北风渐起，东莞迎来1年中短暂的干爽。这是冬令风味集中登场的季节。最靚呢角落賣俾我噶啦啊！孙国和与妻子到菜场挑选猪肉，为半个月后的一次重要家宴做准备。
夫妻俩都是村宴厨师，多年搭档，配合默契。偶尔的争执也是因为烹饪上的见解不同。我咱们来，咱们来给人。抬出来。好，给他啊，瘦肉剁碎，肥肉切丁，按照接近1:1的比例。加入大量白糖搅拌。拌勺，放3两。高度白酒必不可少，不仅增添酒香，更利于抑制细菌滋生。对了，搞定。灌入肠衣，开始酝酿东莞人的家常美味腊肠。炸了之后比靠快关，不要干的不要快嘛。莞式腊肠肉质紧实，身材短小圆润，便于晾晒。和岭南其他地方一样，东莞人将制作食物的巧思封存进腊味里。烹饪猪头，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年节菜里必不可少。不同的是，东莞人不厌其烦，要仔细去净所有细骨。用海盐反复揉搓，精细按摩，是为了让盐分深入食材肌里。充分晾晒后，猪头皮均匀透亮，富有喜感的造型是东莞人喜欢的年节彩头。清蒸是对腊猪头皮最高的礼遇，柔韧中带有胶质，汁香盈口。还有一种腊味，工艺繁复，只有冬天才能见到。简单晾晒，增加猪肝弹性。选取猪臀尖肥肉，冰冻后用盐、糖、酒腌制，嵌入猪肝内部，形成精巧的造型。外层富有韧劲儿，内里油润微甜。这种神奇的腊味有一个吉庆的名字——金银润。如果说此前的腊味在整个广东地区都能见到，那么对油鸭的加工，则体现东莞人对这种风味的精益求精。普通的白鸭育肥1个月，皮下脂肪变得丰厚，腌制2天，自然晾晒，直到油脂渗出，成为东莞人餐桌上的油鸭。然而，这只是前奏。肥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，手工翻转，将油脂包裹在内。脱水收紧后的食管紧紧锁住油脂。奇特的滋味要等到烹饪后才能显现。用素淡的萝卜搭配鸭喉，汤汁清澈浓郁。
油脂已经完全融化，用力咬开，刹那齿间爆浆。这是品味鸭喉最美妙的一刻。历经半个月的晾晒，孙国和家的腊肠咸味中透出醉人的甜香，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。20幾歲應該都係咁上下嘅啫。你話牛仔衫？哇！呢張你哋戴，點解？你媽嘅電髮幾型啊！我爺爺。今天兒子第一次帶未婚妻回家，老伴特地用心打扮。反過來呢邊呢張好靚啊！呢張我兩公婆超。嗱，試埋呢臘腸。好。呢薄啲飯㗎。啊。精心准备的家宴即将开始，孙国和争取到掌勺的机会，但妻子仍然不忘见缝插针，用行动表达自己对调味的意见。今天餐桌上的鸭粥是辣味煲仔饭。正式的东莞宴席上很少看到辣味的身影。家人团聚，辣味上桌，质朴的菜肴代表着对家庭新成员的接纳。转眼到了冬至，这是东莞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。今晚又一个家族将齐聚餐桌前，主妇谢艳珍一早就开始忙碌。糯米粉反复揉搓，团成直径2厘米的丸子，煮熟制成小汤圆。这只是其中一道菜的开始。东莞长夏无冬，农作物一年2到3熟，几乎4季耕作。从前，只有到了冬至，颗粒归仓，人们才能空闲下来庆祝一年的收成。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要制作最丰盛的食物。从山区一路绵延到海洋，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传统风味，从多种角度集中展现着东莞美食的魅力。水乡万江，人们用糯米包裹上甜咸2种馅料，以颜色区分口味的差异。这种黏糯的食物叫冬团，寓意冬日的团圆。同样用糯米做皮，生活在山区的客家人，在馅料上独辟蹊径。鲜肉、腊肉、虾干与萝卜丝等同炒，制成馅料。包成不同形状，口感软糯，鲜香浓厚。这是客家人在冬至一定要享用的美味——萝卜板。沿海地带，人们更喜欢用甜味迎接冬至。大暑
颜色接近紫薯，口感类似山药。与红糖、鸡蛋熬煮的糖水，色泽温暖，是沿海居民的节令美味。谢艳珍住在山海过渡的丘陵地区。傍晚，家族成员逐步汇集，全家4代20多口人，每年只有冬至才能聚齐。忙碌了大半天，家宴主菜的食材已经备齐，鱿鱼、香菇、鸡肉、腊肉等多达10几种。食材的丰富彰显着富足。几个小时前制作的汤圆，终于派上用场。复杂的汤底衬托汤圆的素净清香。这道费时费力的节令美食，叫做咸丸。一年的辛劳告一段落，祖先和神明的牌位前，再一次摆上丰盛的食物。千百年来，风土与传统塑造的习俗，仍然根植于东莞人今天的生活。时代在变，但人们对亲情的寄托、团聚的喜悦与对祖先的感恩、自然的敬畏，都凝聚在食物之中。银屏山下，罗卫国不能休息，他要为来年的荔枝做准备。天气放晴，黄百森继续在灶火旁忙碌。新的一年，卢国华依旧守护自己的一方田地。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先行地，半个世纪以来，东莞已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。但四时流转，乡土之中还能窥见祖先留下的足迹，星星点点，温暖如初。